在解放军结束了此次的围岛军演之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赶紧出来改口，称禁止在菲律宾的美军使用军事基地发起进攻。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针对美台勾连在一起的行为，我军开启了一场为期3天的围岛军演。如今这场军演也已经圆满完成。和上次不同，上次的环岛军演我军进行的是实弹打击演练，而本次却是模拟打击。但是这次的模拟打击演练的目标十分明显，通过放出的模拟画面来看，我军导弹已经对台岛及其周边实现了全覆盖，成百上千枚导弹瞬间打击了整个台岛周边地区，并且还有几枚导弹直接命中了台岛本土。再加上海空军对台岛实行的全面封锁，可以说是一旦到了战时，台当局就算是想跑都没那个机会跑了。面对这次非比寻常的围岛军演，菲律宾方面也感到压力很大，因为在解放军结束围岛军演的下一天，美菲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就要开始了，并且这次的演习还是美菲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演习。菲律宾预计出动5400名士兵，美国预计出动12200名士兵，双方总计出动17600名士兵。除此之外，澳大利亚也会出动100名士兵凑热闹，而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12个国家将会派出观察员参与本次演习。在本次演习中，美菲双方将会进行海上实弹射击、两栖登陆作战、航空行动等项目。虽说这次的肩并肩军演属于美菲之间的年度军演，双方此前也进行了多次这样的演习，但这次演习可不同，在演习开始前，美菲双方就达成了协议，菲律宾将会对美军开放9大军事基地。目前位于吕宋岛的巴萨空军基地，美军已经投入了数千万美元开始修复炮弹，当修复完成后，该基地能起降美军轰炸机以及各种重型战机。而另外4大军事基地在不久前刚公布位置，在这4大基地中，3大基地位于吕宋岛，目标直指台海，另外1大基地位于巴拉巴克附近，美军航母就是通过此地的巴拉巴克海峡实现进出南海的目的。可以说，菲律宾对美军开放的这9大军事基地就是专门为了美军日后参与到台海冲突中准备的。而由于美台勾连，解放军举行的围台演练刚结束，美军又和菲律宾举行史上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说不是针对中国的恐怕都没人信。为了避免中菲关系走向不可缓和的地步，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美菲军演开启前也是紧急喊话，说菲律宾对美国新开放的这些基地只是为了加强菲律宾保卫领土的能力，并不是为了任何形式上的进攻。同时，菲律宾也不允许美军使用这些军事基地发起任何形式的进攻。按照这位总统的意思，美军在菲律宾驻军是为了保护菲律宾。但大家想想，美军会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吗？不但自掏腰包修基地，还免费给人当保镖，这是把美军当成国际人道主义救援队了不成？按照字面意思来看，这位菲律宾总统所说的竞争在非美军发起进攻也没错。但是美国之前可是说了，台湾有事就是美国有事，并多次提出了介入台海的口号。如果说未来发生台海冲突了，从这次的军演大家也能看出来，台岛绝对是在第一时间被包围的。这时候美军介入到台海冲突中去，就等于是协防台军，因此这样就不算发起进攻，而是支援了。这9大基地也就成了美军协防台军的最佳基地。菲律宾也有足够的理由让美军在这些基地上进行部署。而马克思现在的改口更像是为菲律宾谋求一条后路，让中菲关系不至于彻底走向不可缓和的地步。要知道，在菲律宾对美军开放这9大基地之前，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还亲自访华，和我国达成了数百亿的合同，这代表菲律宾还是想要和我国进行一些经济上的合作的。如果彻底得罪了中国，那么这些合作自然是免谈。所以在美菲军演开始前，自然得站出来解释一下，说点好听的场面话，至于有没有人信就是两说了。说到底，菲律宾现在还占据着我国那么多的岛礁，又试图邀请美军进驻，如此这般情况下，再说什么对华友好的话，
那真实性恐怕也只能说是懂的都懂。